夏处长，我从来没见你这么着急过。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是哗变，弄不好整个江恩要塞都要失控的。到那个时候，总会有人浑水摸鱼，也总会有人金蝉脱壳的。我明白了。哎，现在办法是有一个。什么办法呀？出门向左，走到头是戴司令的办公室。不是啊？谁是扫虎啊？问你们呢，谁是扫虎？你有什么事儿？你是扫虎啊？我就是。你知不知道，根据国民革命军的军法，聚众哗变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呀？我知道那些干什么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弟兄们，有些人把外面那一套带到兵营里来了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害群之马。他们能带给你们什么呢？只能把你们送上绝路。好好当兵，为党为国，戴司令不会亏待你们，党国也绝不会亏待你们。别在这胡说八道！别在这胡说八道！别说了！别到这儿，跟你是吧？是你闹事儿啊？啊！长官，你会数数不？你枪里有多少子弹？我这屋里有多少人？你知不知道？对你，1颗就够了。你试试看，我看你能不能活着走出这间屋子。来呀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弟兄们，要保持冷静。兄弟们之间还要互相残杀吗？老虎，我给你时间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不要执迷不悟、一意孤行，否则后果自负啊！走。关门。这帮兵痞子！副队长，马上集合你的侦缉队，所有的战斗力量，武装待命，准备跟他们来硬的。软的不是刚刚已经试过了吗？可这是黄伟公的事情，咱们凭什么给他擦屁股？这是江恩要塞的事情，这里不能乱。你去通知冷参谋，让他去了解清楚，黄伟公吞下的银两在南京还是在上海，我要确凿的证据。您的意思是，抓蛇打七寸？这件事情的背后恐怕还有人，并且来头不小，不要让他暴露身份，以免惹火烧身。那这个人会不会是？我要的不是谣传，是证据。你马上通知邮动炮团的黄团长，让他到我的办公室来，现在就来。是。进来。哟，黄团长。请坐。夏处长新来上任，也不打声招呼。我要不是在罗东炮团忙得脚丫子朝天，早就过来拜访了。黄团长不必客气，请你来就是因为邮动炮团最近出现了很多事情。我想问问黄团长，你对这些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啊？
夏处长，我负责我的邮筒炮团，你负责政工处，咱们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再说，我的邮筒炮团跟你的政工处有什么工作关系吗？黄探长笑话了，我受南京国防部顾总长的委派，我倒不知道我不能过问邮动炮团的事情。夏处长，我问你，我的团里头谁是地下党？现在还没有，那谁是共军的间谍？暂时还没发现。那不就行了，夏处长，我代表江阴要塞的兄弟们说句心里话，不管是防守还是野战，靠的不是你们保密局，邮动炮团出了任何事情都由我黄某担当。黄探长说话当真？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？那好，你的邮动炮团贪污军饷，士兵煽动哗变，这些黄探长怎么担当啊？夏处长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！王公，邮动炮团是党国的邮动炮团，不是你皇家的金矿。蒋委员长、顾总长殚精竭虑，三军战士浴血奋战，可换来的却是山河的沦陷。现在我总算知道了，因为有这些蛀虫，这些喝冰血的蛀虫。文人，你和曹虎比较熟，说说你的想法。这帮苦兄弟，要不是真的过不下去了，是不会来吃这碗饭的。可是黄伟公这么做，是真的在喝他们的血。只要是黄伟公把钱吐出来，我保证他们不会闹事的。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还有最后一个办法，那这就是把这件事情给捅出去。我知道你反感军中贪污军饷，可这在国民党军中是心照不宣的秘密。黄伟公吞进肚子里的钱，就是蒋校长也没办法让他再吐出来，更何况得到好处的又不是他黄伟公一个人，你让我怎么捅？这个办法不行。黄团长，这么说士兵哗变的事是真的了？恐怕是有人胆大包天。司令，我们得防万一啊！我就不明白了，这好好的吃粮扛枪，这为什么要哗变呢？只怕是这帮家伙嫌军饷少。那军饷不是发的清清爽爽，4块大洋吗？司令，人是贪心不足啊。你们邮动炮团里怎么这么多的杂养呢？司令，又不是我发明的，也不是兄弟的独门绝技呀。那得要看你吃得下吃不下。当初我给你2个连，我问你够不够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你不谈吗？司令，我们还是想想办法吧。咱俩可是一条绳上的2只蚂蚱呀！你敢威胁我？我哪敢呢？司令，事儿是我干的，钱都进了你的包包。事到如今，我只好把这根绳剪断了。司令，你不会说真的吧？你不可能把兄弟扔在半道上吧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当初你不说出现任何事情都由你黄某顶着吗？可我现在顶不住了。司令，我已经准备好了2个加强连，剩下的闲言碎语就交给你司令去解决了。你也太过分了吧！我当初给你2个连的编制，我可没让你干出这些缺德的事儿。你以为唐炳麟和夏仲民都是傻子？司令，
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到了这种地步。不过一小小的巢湖，能掀起多大浪？司令，你也别担心，咱们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，难道会在小河沟里翻船？即便是他们俩知道了，又能把我们俩怎么样？那你估计唐炳林和夏忠民他们知道多少？除了那2个加强连的事儿，恐怕其他的都知道了。好，唐炳林我和他还有点交情，夏忠民那儿你去摆平。北宫兄，如果你还是我行我素，你可别怪我戴某人无情，恐怕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们2个人得有1个人牺牲。司令，我吃下去的可以吐出来，但是有人要把我从游动炮团里摘出去，我的嘴可不一定能管得住啊。那好，咱们走着瞧。要是老五在这里就好了，他鬼点子多。现在倒是有一个办法，需要你出面。你说吧，只要我能做到的。曹虎知不知道你跟他们曾经有过渊源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想过了，无论是从曹虎身上想办法，还是寄希望于高层来解决问题，现在都来不及了。远水救不了近火，而且一旦事情暴露，就不是我们能控制了的。现在只能从曹虎身上想办法。明白了。姨父最近身体好吗？多长时间没回家看他了？你的意思是，请我父亲出面？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了。老四，你知道，从前我也曾身在江湖，可是后来我成了一个革命军人，现在我又是一个地下党员，帮派里的事情，我早已经不过问了。王仁，我都知道，我也理解，可这是工作的需要。好吧，弟兄们，我们为了扛枪打仗，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替党国效忠，为党国卖命。可是今天，这里已经容不下我们，并且要把我们赶尽杀绝。我们没有别的选择，要么坐以待毙，要么冲出去另谋生路。愿意跟我曹虎走的兄弟，我绝不把你们留下。愿意跟我走，愿意跟我走。好，是。好，我们一定做好准备。是。好好好。啊，好，我一会儿给您打过去。好好。夏处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怎么不敲门就进来呢？戴司令，您怎么还在犹豫？游动炮团哗变已经很难控制，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唉，那都是刚刚入伍的新兵蛋子，你让我怎么下得了手啊？可是大敌当前，如果共产党趁此作乱，我们的要塞可就麻烦了。共党？哪来的共党？说不定就是共党分子煽动哗变的。如果我们手软，那正中共产党的奸计。用武力解决，此事要传到国防部去，恐怕你我都不好交代。那还是想别的办法吧。啊！哎呀，这些混混，他们还动起真格的。行，既然戴司令不管，那我们政工处也不能袖手旁观。告辞。夏处长，这样，你先带你侦缉队过去，等我命令一下，就地解决他们吧。是。喂，快点，快点！师弟，给我停下！
校长，夏处长，侦缉队紧急集合，这是要干什么？火烧眉毛，我只能切过眼前了。是为了游动炮团的事吗？既然你们都觉得士兵哗变跟你们没关系，那也只好由我们政工处来处理了。只要我夏某一天在江阴，江阴他就乱不了。出座，队伍集合完毕，出发，出发。夏处长，戴司令和黄团长知道你这个计划吗？如今大敌当前，夏处长竟然准备用武力解决争端。等事情过后，谁来负责？你放心，戴司令和黄团长巴不得我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到时候上头怪罪下来，也好有个顶罪的。可是，一旦付诸武力，事情就会失去控制。夏处长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有一点我们是一致的，那就是江阴的事情要在江阴解决。给我3个小时的时间，我马上去游动炮团。唐台长，你这话可算是有点总台长的样子了。来不及了，现在乱一场，总比将来不可收拾强。既然夏处长开得这么明白，为什么一定要当这个冤大头呢？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我们要精诚团结。我就是想让你们看一看，中原要败，就是败在这种人身上；党国要亡，绝不会亡在我夏某人身上。老四，一定要想办法救曹虎。我马上去找戴司令，恐怕这样做也只能是延缓时间。现在顾不了别的了，马上去请你的父亲，这是我们最后的办法。好的。少帅，请。父亲，老太爷，既然大少爷回来了，还是吃了饭再说吧。不了，何叔，我还有事儿，是急事儿。你是因为有事才回来找我啊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曹虎是在帮的兄弟吗？曹虎，曹虎，我记得是个暴脾气，民国22年拜的祖师爷。啊，我记起来了，是有这么个人。他现在江阴要塞里当兵。好啊，哼，好好的孩子都跑到军营里去了，去杀人放火了。杀人放火倒没有，可是他怂恿帮里的弟兄们要造反。江阴要塞7000人，他居然不怕，要哗变。要不怎么说，是帮里出去的兄弟呢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帮里的弟兄，全部是讲义气、明是非的忠良义士。可是穿了你这身军装以后，都变成蛮不讲理的土匪了。可是帮里蛮不讲理的土匪还少吗？你是回来找我办事的，还是找不痛快的？哎呀呀，怎么一见面就吵起来了？大少爷，这个曹虎的事情，你看怎么办呢？当然是请帮里的老前辈出面，跟他把道理讲清楚。军营有军营的规矩，任凭长官处置。老太爷，大少爷肯定有大少爷的难处。大少爷，有什么话，好好跟老爷说。老爷毕竟也是帮里的前辈啊！我不是没有办法收拾他们，我是不愿意看到帮里的兄弟们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。你还敢跟我提帮里的弟兄？我告诉你，帮里还没有一个人敢对我这样说话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，帮里也没有你这样的弟兄。好，那我们自己解决。当初拜祖师爷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前辈是弟兄如子弟，弟兄是前辈如父兄。就等着给曹虎收尸吧。哎，少爷，少爷！哎呀，老太爷，你看这是……唉，乱世啊！现在是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君不君，臣不臣啊！老太爷，那曹虎的事，要不我跟大少爷去一趟？你去？你是什么辈分啊？曹虎的事传开去，只怕不好听。去，给我叫住那个小兔崽子！
哎，这就对了，吵归吵，爷俩还得一条心。我不是为了你这个大少爷，我是为了帮你的规矩。哎，愿意扛走，愿意扛走，愿意扛走。司令，侦缉队的人马准备包围游动炮团的兵营，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？我知道，那你为什么不阻止啊？我不但没有阻止，我还给黄伟公2个加强连呢。司令，这样不行啊！大敌当前，先自相残杀，这不是让三军将士寒心吗？再说了，这事捅到上面，你怎么向上面交代？老四，我带兵的方式和你不一样，我带兵的方式就像种田一样，把杂草拔干净就得了。可是外面都在传说，传说什么？传说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因为黄伟公捞得太过分了。传说的事儿不一定准确。可是外面还在传说，还传说什么？传说黄伟公之所以胆大妄为，很可能背后有支持他的主谋。老四，你有话你不妨直说。司令，你误会了，我就是为你打抱不平。老四，我问你，我的话你信不信？我信。那好，我告诉你，黄伟公用杂羊换袁大头的事，我和你一样不知情啊。司令，那这事儿好办了，没有必要动用武力解决了。那好，你说怎么办？请司令跟随丙灵到游动炮台安抚这些士兵，保证惩罚军营里的贪污行为，补发他们的军饷，这样一场哗变很可能就平息了。老四啊，你太幼稚了！今天有人贪污就聚众哗变，那明天出别的事又怎么办呢？那其他兵营要效仿，我们又如何应对呢？这黄伟公啊，背着我，胆大妄为，他是有罪。可是士兵聚众哗变，那是罪不可赦。治乱世用重典，这副猛药我就下定了。要记住，在我的军队里，士兵永远不可背叛他的上级，下级永远不可背叛他的长官。记住了吗？司令，听丙灵一句劝吧，这样不但打击了士气。一旦上面追查下来，恐怕你我都罪责难逃啊！两害相权，我取其轻。司令，我还有个办法，我亲自去趟兵营，跟他们讲清楚道理，让他们放弃哗变的想法。至于其他的问题，我们以后再追究。老四啊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你爱惜士兵，这不是坏事。可是你必须明白，你首先是一名军官，要塞的总台长。你可不能混淆你自己的立场啊！哎，正是因为丙灵的总台长是司令提拔的，我才要对司令负责。我不允许在我上任之初就发生这种情况，这是我军旅生涯当中的耻辱，请司令体谅我的心情。你这么固执，我只好暂缓计划了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我对你的办法不抱任何幻想。天黑之前，你必须赶回来。是。这里现在处于紧急状态，根据革命军的军事条例，我们有权利监管这里，请你们放下武器。是。侦缉队。各个路口设置障碍，包围这里。动作团来。夏处长，传达戴司令的命令，武力计划暂缓。唐总台长，看来你是想一个人去劝说他们，这里很危险，这帮兵痞已经失去了控制。他们从一群新兵变成一群兵痞，我有很大的责任，所以我一定要试一试。弟兄们做好准备，等我一声号令，我们一起冲出去！大哥，大哥，东边的路上全是侦缉队的岗哨，只怕他们真的要下毒手了。昨天晚上你告诉我一个岗哨都没有啊？可是现在全封死了。如果硬拼一把，咱们冲得过去吗？他们人多，有机枪，有路障，咱们冲不出去啊。其他的路呢？西边是黄伟公的警卫连，
咱们派出去的兄弟一个都没有回来，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弟兄们，你们信不信我？是。好。反正江阴这地方我们是待不下去，他们要赶尽杀绝，我们就往江边走，过江去找共产党。好。唐队长，你如果能把他们拉回来，我佩服你；如果你还有其他别的目的，乱军之中，夏某恐怕难以照顾周全。我自有分寸。夏处长，我现在就进去。如果吴总队长来了，请务必放心。吴队长，传令部队，一旦发现哗变的士兵有突然的打算，可以立即开枪。是。大哥，唐总台长来了。曹火，我是不请自来了。立正，敬礼。不错啊，军容不错。唐总台长，这个时候你可不该来。说说看，我为什么不该来啊？唐总台长是个好人，可是子弹不分好人坏人。如果唐总台长是来劝我们投降的，那你来的可太晚了。不，只要人活着，我来的就不晚。弟兄们，游东炮团有人克扣军饷，我已经有所耳闻。克扣军饷自有军法处置，但是用这种方法对抗司令部，曹火，这就是你不理智了。听我一句劝，弟兄们的命那也是命，扳机一扣，对谁都不好。有什么条件你可以提，但是不能赌气。这个时候我还可以提条件？当然可以啊。我让你们把外面的封锁撤走，事后不再追究责任，这也可以。只要你以后答应不再挑起事端，我想戴司令会同意的。我的弟兄生在一起，死在一起，不许打散，这也可以。可以，我可以向戴司令反映。我让黄团长收回他的杂粮，给弟兄们补发袁大头，这也可以。不是可以，是必须的。弟兄们，咱们当兵的，冲锋陷阵，流血牺牲，政府给咱们发军饷，那是天经地义的。汤炳麟，你在跟我开玩笑？曹火，你可以打听一下，我唐炳麟最不擅长的就是开玩笑。拿杂粮糊弄我们的是黄伟公，可是背后收袁大头的就是他戴永生。你拿什么给我们补发军饷？你有什么本事追查？唐总台长，今天你既然来了，可就走不了了。来人，来了，把他给我绑了。是。黄有功问咱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？再等等，看那边的意思，他们准备要动手了。你告诉他，想毁灭罪证，也不用那么急嘛。再等下去，就不知道黄有功的责任了。好吧，可以准备行动了，但是一定要保证唐总台长的生命安全。我心里一直有一个谜，如果他死了，恐怕这个谜没有人能解得开。是。曹火，看来我是救不了你了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三思而后行。弟兄们叫我一声大哥，不光是因为我胆子大。唐总台长，看来我们俩都被人给骗了。不一样，
不一样的是，我被你曹虎又骗了一次。事到如今，唐总台长只有一条路可走了。哼，曹虎，你可把我开口了。在这儿，我是你的人质；回去，我是江阴要塞的罪人。我还有路可走吗？有，大路一条，那就是跟我们一起走。过江，投共产党。曹虎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黄山炮台几十门大炮干什么用的？活得出来是造物，活不出来那是命。唐总台长，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，我们这些弟兄全都听你的。听说江那边是官兵平等，军纪严明，还可以分土地，人人都能有一口饭吃。当然了，像你这样的大官，怎么会愿意官兵平等？说什么爱兵如子，秋毫无犯，那都是骗人的，骗我们这些弟兄给你当垫脚石，给你当炮灰。可是唐总台长，你说句良心话，你觉得这江阴真的守得住吗？唉，看来我的话是白说了。你有你的理想，我有我的抱负。你不愿意委曲求全，我更不愿意半途而废。我们是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大哥，我们不能再拖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只好委屈你了，唐总台长。弟兄们，老天爷给不给条活路，就看今天了。伸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是爷们儿的，就别再犹豫了，带上唐总台长，跟我杀出去！开门！站住！别开枪，不然谁也活不了。死一个是死，多一个陪葬的更好。把他也给我绑了！曹虎，真是威风啊！吴老太爷，你怎么来了？看见我来，怎么不给我让个座呀？老太爷，您请坐。你真有能耐啊！绑了一个唐总台长，还要强行闯出去。外面那么多部队，又有机枪，你们都去送死啊！老太爷，我们今天就是要鱼死网破，跟他们拼了！胡说！好好的性命，为什么要死得那么轻易？对得起父母兄弟，对得起列祖列宗吗？把枪都给我放下！都给我放下！给唐总台长松绑。松绑。人进去这么半天了，还没动静，不会耍什么花招吧？他们不敢，我们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，他们一个人也别想跑。叔叔，我带人先冲进去。稍安勿躁，静观其变。谢吴老太爷。老四啊，惭愧，广仁这个不成才的儿子，给你添麻烦。老太爷，我和广仁从小就情同手足。老四啊，今天借贵坊宝地，要教训几个没出息的徒弟，不打扰你吧？不打扰。曹虎，从前你带头挑事，我当你是为了兄弟争口气，没想到你竟敢劫持唐总台长，你走得也太远了吧！所谓大英雄不惧小节，我想曹虎必然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你们先不忙，曹虎，先说说你和帮里的渊源。弟子曹虎，盐城人士，民国8年生人，民国22年拜的祖师爷。师傅是弟子辈的二爷，弟子辈分玄字辈。历年来，好啊，二爷是慧眼识英雄。我看这个二爷大概多久没有尝过帮规的滋味了？别，老太爷，一切都是曹虎的过错，与二爷无关。曹虎愿意一肩担当。你一肩担当，
你怎么担当？帮里给你一条路你不走，要吃军粮，可以；当兵聚众闹事，砸了帮里的招牌，也由你。唐老总要救你一把，你竟然要要挟唐老总，帮里除了你这样的徒弟，我都担当不起，你怎么担当？老太爷，不是曹虎不想过太平日子，是我们实在过不下去了。是啊，世道艰难，到哪儿都是一样。今天，我有一句话要问你们：你们在这儿闹事，死在了这要塞，你们的亲人就幸福了，你们的家人就有活路了，啊？曹虎，有一件事我办不了。今天，我想请你帮我出出主意。你们的父母把你们交到我的手中，哪怕就是死了一个人，我怎么向你们的父母交代？帮里100条性命死在了军中，我回去怎么向帮里的兄弟们交代？曹虎糊涂，害了大家。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请老太爷、唐总台长、吴大哥，你们先回去。我曹虎一没父母，二不怪罪别人，今天这条贱命就交代在这儿了。你还认得我这个老太爷？你还记得自己是玄字辈的弟子？今天我给你一条活路，你们走不走？曹虎啊，人在屋檐下，该低头的时候还要低呀。我听老太爷的。报代司令，唐总台长、吴总队长还在里边，请您稍后。司令，警卫连早就集合完毕，可是夏处长一拖再拖，再这样拖下去，不但没有意义，我担心夜长梦多。司令，快下命令吧。司令，您还是请回吧，这里危险，我们准备动手了。笑话！我江阴要塞司令竟然不敢走进自己的军营，你们太小看我戴某人了吧？那么我命令警卫连开始进攻吧。我什么时候允许你开始进攻的？我只是说过，让部队做好戒备状态，以防不测吗？司令，士兵闹事自然是有军法，这样不明不白的就真刀真枪的干上了，这是哪里的规矩啊？再说了，唐总台长和吴总队长还在努力着呢，你们这样草率的进攻，置唐总台长和吴总队长于何地呀？你们军心何在？司令，报告，带头闹事的新兵曹虎已经被控制。他知道他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吗？他已经知道了，请司令处置。既然他知道了，那没有必要处置了。新兵闹事在所难免吧，我给他机会回头。杨曹虎，我都听见了，戴司令。司令大人有大量，曹虎给您磕头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司令，在您来之前，家父已经解决了。家父让我转告你说，军法可免，帮规难饶。起来吧，诸位，我戴某人今天也算是开了眼。你们是不是奇怪我为什么会法外识人呢？因为我跟他们吃的是一锅饭，要是纪律严明，怎么会出现这些事情呢？我何尝愿意处罚我自己的弟兄啊？江阴要塞待遇微薄，委屈你们了。但愿你们也能体谅我戴某人的难处。希望大家抓紧备战训练，完成
顾我江阴的任务。希望大家抓紧备战训练，完成顾我江阴的任务，为我们江阴要塞争口气，也给党国、给蒋校长，也给我戴永湘一点面子。海伦，海伦，永湘，你回来了。今天可把我累坏了，真悬呐！到底怎么了？还不是曹虎那个新兵蛋子，谁知道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青红帮弟子，差点儿叫我兵戎相见了。要不是老四出面把他们给镇住了，还不知道给我找出什么麻烦呢。我啊，真应当好好感谢老四啊！我不是早说了吗？你要立足这儿啊，必须投靠唐家兄弟。是啊，尤其是我最喜欢的老五。可是夏忠民呢，老找老四的麻烦，怀疑他是共产党。他是没事找事，在他眼里，谁都是共产党。是啊，你是不知道，今天的事儿就坏在他手上。他竟然让我派兵去镇压曹虎和他兄弟们，我差点就上了他的当了。不然的话，这共军还没打过来，怎么要塞的人自己先跟自己打仗了？还让我的司令干不干了？那你怎么办呢？我可听说，他是顾总长派来的。不行，我得把他弄走，不然的话，他以后还不知道能给我添什么乱子呢。上一次顾总长让他给我道歉，我也不好意思追究。这一次，我要通过我的关系，私下把他给调走。你有把握吗？你就等着瞧吧。真是一出好戏。处长好像不希望这个结果。这倒不是，我怎么想，都觉得是一场阴谋。处长何以见得？你看呢？曹虎搞哗变，唐美林呢冒死而上，后来有吴广仁的父亲出面把事态摆平了。你不觉得很反常吗？处长是不是想的太多了？要知道，在要塞，不管是唐炳林还是吴广仁，那可都不是一般的人物。要是连他们俩都应付不了的话，可真是要出大乱子了。没错，如果他们是共产党，这以后……处长，你要真这么想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咱们把他们……不，好戏才刚刚开始，打蛇打七寸，打草惊蛇不是好办法。他们不是小小的孔连喜，不过我倒想看一看，他们能兴多大的风浪。你先去吧。是。少爷，少爷啊，何叔，我父亲呢？啊，帮里有事儿，老爷子留下话来了，叫你们不要等了，早点回兵营。哎，何叔，戴永湘那里，老爷子下了不少的力气吧？啊，对对对，老爷子啊，不光是为了你这个大少爷，而且也为了帮里的100多个弟兄。这假公济私的事情啊，老爷子从来没有做过。还有曹虎啊，老爷子呢留下话来了，以后你们呢就要听少爷和唐老总的，啊，你们穿的是军装，吃的是兵粮，老爷子呢也护不了你们许多，以后你们的前途啊就要靠少爷了。曹虎铭记。我发现真是一物降一物啊！
这曹虎让咱们头疼了好几天，整个要塞里没人能治了他。广人把老爷子一搬来，这事儿就解决了。曹虎是丐帮的人，按辈分他是孙子辈儿的，他敢不听吗？咱们得好好谢谢老爷子，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是啊，还把坏事变成了好事，让广仁缓和了和父亲的关系。这件事儿事发突然，曹虎居然想把队伍拉到解放区去。是啊，我都来不及向组织上汇报，只好随机应变了。幸好没有酿成什么重大的后果。是啊，当时我们都替你捏了把汗呢。曹虎他们都是底层的劳动者出身，希望有一天，咱们革命的队伍能够考虑接纳他们。广仁啊，目前曹虎他们还算不上是革命的同路人，不能马上让他们过去。我在想啊，能不能利用你和他们之间的渊源，帮咱们壮大起义队伍？对，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引导他们，最后成为革命的力量，起码也不要成为革命的反抗力量。这样，我们要塞的力量就壮大了。放心吧，我会尽最大努力的。但是不能操之过急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。毕竟江阴这盘棋，我们已经布置了很久，绝不能因小失大。哎，老五，你的调动办得怎么样了？我已经向戴永祥私下里透露了我的想法，下面就要具体实施了。太好了，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这下咱们要塞的生意啊就好做。唐总台长，夏某不胜酒力，以茶代酒，失敬了。秉林平时也不饮酒，今天高兴就喝了一杯。啊，请。夏某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唐总台长啊。请讲。这次制止哗变，总台长可谓是劳苦功高，把身家性命都搭上了。夏某人不明白，您这是为什么？第一，秉林受党国栽培多年，现在又坐在了总台长的位置上，要是被一个小小的曹虎绊了跟头，我的面子、要塞的面子往哪搁？这是其一。第二，要塞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曹虎本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人，现在只是匪气多了一点，但不足为虑。第三，我和夏处长一样，都是军人，我们从来就不怕死。不过当时确实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这么危险。早知道这样，也许我会重新考虑考虑。我的答案，夏处长满意吗？嗯。啊，我也有件事情想问问夏处长。请问，这次的事情，如果没有夏处长的帮助，恐怕我已经成了曹虎的枪下鬼。我不明白，夏处长为何对我如此的厚爱。我要是想借刀杀人落井下石很容易，但是我想得到一个答案。答案？我这个人啊，平时有神经衰弱的毛病，经常的睡不着觉。要是得不到这个答案，我会更加难过的。共产党提倡两袖清风、身先士卒、临危不惧。唐总台长的做派，很有些共产党的意思嘛。共产党什么样我不知道，但是按照夏处长的标准，要塞里可不止秉林一个人。还有谁呀？你夏忠明啊，夏处长。你看，两袖清风、身先士卒、临危不惧，哪一点不比秉林做得好？是吧，朱队长？唐总台长，黄武功的处理意见我已经上报了。现在是党国的非常时期，你我要精诚团结，同心协力，共同守住这长江天险呀！好，我们同心协力。不好意思，秉林晚上还有夜茶，我先告辞了。
知道了。您真的放心唐炳林了？这样的人，如果能死心塌地的为党国，党国何至于一败涂地呀？那我把他身边的兄弟们都撤回来。我什么时候让你说把身边的兄弟撤回来了？盯着他，放长线钓大鱼。记住，不能相信任何人。魏公兄啊，以后有什么打算呢？司令，事情不是已经按下去了吗？亏得按下去了，要是没按下去啊，你我现在啊，恐怕站在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喽。咱们还是想想后边怎么办吧。我准备拿出一笔钱摆平后面的事儿。摆平谁？是顾总长啊，还是蒋校长？那司令，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当初是怎么说的？那唐炳林我负责，夏忠民那儿你负责，那夏处长那儿你是怎么负责的？这调令啊，恐怕很快就要下来了。魏公兄也不要想不开嘛。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魏公兄，我们都各自珍重吧。恭喜恭喜，恭喜你了啊！怎么了？啊，你这几天不在啊，有个绝密通知，顾总长组织了一个江防指挥班子，我们正在研究江防计划，保密手段非常严格，前所未见。你被定为这20人的其中之一。真的假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哼，这还能少得了你吗？你可是咱们3厅作战计划处特种兵作战参谋，熟悉全军工兵业务。哎，这么说还是要打？上面不是已经在和谈了吗？谈要能解决问题的话，还要我们干嘛？别看他们和谈上蹿下跳的，很得意。到头来，我们一出场，戏才能开演。是吗？什么时候？你就等通知吧，但是要绝对保密。我来问你，你要是打赌的话，你觉得谁会赢？是江那边的解放军，还是我们这边的3军将士？换作是我，绝不会把赌注要到咱们3军将士身上。错了，你看到这份资料之后，你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最后能守住长江。70万大军把守，海军、陆军、炮兵、防御等协调配合。这回啊，美军的参谋是来真的了，解放军想过来，哼，难呐。天华，路上一定要小心啊！放心吧，没问题。老四，天华啊，北雷，这就要走了啊。再不走恐怕就麻烦了。江上的封锁越来越严了。这次过江之后，短时间之内我就不再过来了。哎，怎么有事吗？老五从南京打来电话，听说表哥要回家，他准备了一份礼物，希望能带给姑奶奶。怎么，有新情况？我不清楚，电话里说肯定是不方便，但是听老五的口气，他非常兴奋。可是天华在这里多待1天，危险就多1分啊。这我知道，所以我想，天华，还是你自己来决定吧。秉玉这么说，肯定是有重要的东西要带给江北。我看还是等等吧。子敬，主任。明玉，江阴要塞的戴司令给我们打了报告，希望你到他们那儿
建一个工兵营长，帮他们组织江防。戴司令呢很着急啊，我考虑了一下，让你先过去。你要知道，你的担子可不轻啊，在那边的时候，记着不要给第3厅丢脸。秦主任放心，我就是到那儿，也会记住我是您这的人。不过我也接到了江防指挥部的通知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啊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有事儿我再叫你回来。就这样吧。不过呢，你这2个地方跑啊，要注意身体啊。谢谢主任关心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啊，去吧。是。主任，目前浦东工兵营的工程进度是多少？啊？我军在长江沿线有多少个工兵营？还需要调动多少工兵营？我们工兵营的武装配置是什么？都在这儿呢。啊，知道了，去吧。是。喂，给我接人事局。出发。你是国防部第3厅唐秉玉吗？是我。奉顾总长命令，请你马上到会议室报到。好。作战厅，作战计划处特种兵科，唐秉玉。不许代指，不许代笔。纸和笔都不许带，我怎么部署部队？香烟、火柴都拿出来。香烟也不让带啊？想抽了再过来取，进去吧。顾总长到。大家请坐。今天的会议是研究长江江防东战区兵力部署问题。不要做记录，将来会发给你们。上海至宜昌地区间的长江防线部署115个师，约70万兵力，分为2大战区。西战区自湖北宜昌至江西湖口，为白崇禧将军指挥，共40个师，约25万人，以江防舰队为主力，即舰艇40余艘，分驻九江、武汉、宜昌江面，支援西战区作战。东战区分布于湖口至上海间的区间，共75个师，约45万人，为我亲自指挥。同时，以海军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，即军舰15艘，炮艇62艘，分驻在芜湖、南京、镇江、江阴等江面。另以空军4大队支援西战区作战，以武汉、南京、上海为基地，随时支援西战区作战。江防以湖口以东为重点，湖口以东以沪杭为重点，京沪江防以江阴要塞为依托。
夏处长，哎，你来江阴要塞以后，查出哪个是共产党了？这个嘛，时机还不成熟。戴司令也知道，共产党平时是不会露出马脚的，但是在关键时刻，他们的一次行动就有可能断送整个江阴要塞的命运。我们政工处是有许多怀疑对象，我们要做的就是一切要在掌控之中，一旦失控，后果那就不堪设想。这简直是胡闹！你别以为你把责任推给你手下，就和你没有关系了。在你的眼里，人人都是共产党，你甚至还怀疑唐总台长。唐总台长在上一次的军事行动中冲锋陷阵，他甚至还遭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袭击。他能是共产党吗？你是不是还在怀疑我呀？哎呦，那属下不敢。属下并没有确认唐总台长就是共产党，我只是觉得这个要塞里面不干净。我倒不这么觉得，我倒觉得你夏处长过于紧张了，可能需要请个假，好好休息休息。不，戴司令，属下不需要休息。这由不得你。今天我叫你来，不是和你讨论政工处的工作应当怎么做，我是通知你，你的调令已经下来了，你做好准备吧，我给你开欢送会。戴司令，您这样做会让我的工作前功尽弃的。我承认，你夏处长是个合格的政工干部，你对工作也是兢兢业业，这些我在调令中写的都很清楚。只不过江阴现在的情况没那么严重，你夏处长还是到更需要你的地方去吧。这是你的调函。戴司令，我承认，属下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确实不够稳妥。不过，请司令收回成命，让我留在江阴吧。有这个必要吗？你在这里只会整人，你还会做什么？回南京去吧，收拾收拾东西，赶紧启程。处长打算什么时候走？如果调令来得快的话，明天就应该到了。今后有什么打算吗？目前还没有。看来这一次是真的被共产党打败了啊！一个腐朽的政权，无论我们怎么努力，也都是无济于事的。是啊，这个国家从根儿上就烂了，尽管我们再努力，也挽救不了它。看来处长也不得不识时务了。我这个人一直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，只不过我没想到戴永江把我打了一个措手不及。不过被他打败，我不能接受。自从戴永湘来到江阴以后，大肆侵吞民脂民膏，所有的军官都有目共睹。可是，像处长这样两袖清风的军官，最后却要遭到被调离的命运。我冷梅不得不为江阴而感到惋惜啊！冷参谋能这么说，我感到非常欣慰。这几个月能跟冷小姐一起共事，是我莫大的荣幸。处长过奖了，我只不过就是个普通的军统秘书罢了。冷参谋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暂时没有，我想会离开江阴吧。处长，你还在怀疑要塞里的地下党吗？我敢拿我的生命担保，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就在要塞，就在机关里。只可惜咱们是看不到他们束手就擒的那一天了。为什么呢？您不是要离开了吗？我绝不允许这些共党分子逃之夭夭的。我也不妨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打算离开江阴。那戴永湘呢？只有他离开江阴。处长好像对这件事情
已经十拿九稳了。真正想让我们走的是唐炳麟，他把我们看成是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他只不过是借助戴司令的手想把我们调走。可惜啊，这个戴司令太不争气了，他有太多的把柄掌握在我的手里。走吧，回去吧。报告，来，过年了，过年了，来干一杯，来。哎呀，哎，老四啊，这大过年的，我怎么听说黄永公要走啊？有人看见他老婆正在变卖自己的家产。黄伟公走是早晚的事情，关键是黄伟公走了以后，谁来补这个位置？这确实是个问题。我觉得最好是能让王德如来当这个团长。他现在是副团长，有这个条件，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。黄伟公这件事是件好事，一方面充分地暴露了戴永香的本性，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共分子。所以啊，我们不能再对他抱有任何幻想。其次，黄伟公一走，正好可以腾出位置来安排我们自己的人。对，是啊。现在守备队有广仁，炮台里有我。王德如要是能当上游动炮团的团长，司令部里再安插一些得力的人手，咱们就如虎添翼了。要是那样的话，咱们就能争取把戴永香给架空了。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。谁？你的老同学，国防部的梅汉良啊。我考虑过他，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人选。这是一个可以拉来入股的人吗？现在还不好说。他是一个做学问的人，满腹经纶，也曾经有着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，但是后来发现了党内的种种腐败现象，他非常的气愤，所以经常揭发一些贪官污吏，致使他和党内的许多官员结下了恩怨。老四，动员梅汉良的事，要先向组织汇报一下。不过这个空缺，你可以先活动起来，咱们争取拉他入股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，可以先把汉良调到要塞来，以免戴永香安插自己的人。哥，诸位哥哥，新年好啊！哟，你们都吃上不等我啊！你怎么过来了？我可是专门请了假回来过年的。哎，哥，我有重要事情跟你们说。快坐，老五。说吧，什么事情？我刚刚在国防部参加江防作战计划会议，主持会议的是总参谋长顾祝同。江防作战计划搞到了。国防部刚刚制定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，这对解放军渡江太重要了，应该想办法马上把他送到江北去。可是，最近江面上封锁很严，送情报的事情可千万小心呐。是有这样的情况啊，最近连江北的同志过江都很困难了。过去只是随便送点钱就可以过去了，可是现在只怕很难。这样吧，我马上去找田天华他们，也许他们会有办法。来吧，难得这么齐，赶紧吃，吃完了广仁还要回苏州跟家人团聚呢。来，进来。
司令找我。啊，老四啊，黄伟公辞职了。司令打算怎么办？本想顺水推舟，可是有一个机会，我就成全他了。哦，海南要塞又要换新司令了，我向顾总长推荐了他。司令真是宽宏大量啊！什么宽宏大量啊？我的本意是清君侧，目的达到就行了。再说了，不就是克扣军饷吗？我敢说，有军队的地方都有，但是共产党那边就另当别论了。我们不得不佩服这黄伟公，真是高明啊！就连我都没想到，这袁大头和英阳有这么大的差别。他可真是个人才啊！司令，要不……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现在首要任务是要把要塞建设好，这钱嘛，多养几房太太，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哎，司令，您要是手头紧，尽管说话，弟兄们一定帮忙。别打要塞的主意啊，其他地方做点买卖嘛。嗨，特别是岳海伦，他的衣服箱子就是我的无底洞。明白了。嗯，这黄伟公走了，你还要给我物色一个人选啊？啊，我觉得王德如是个最合适的人选，他本来就是个副团长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嗯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啊，司令，这2天我再帮你物色一个参谋长的人选吧。嗯，这一次我到江阴走马上任，你们唐家兄弟可帮我不少忙啊。司令见外了，这是我们唐家兄弟为党国尽的一点微薄之力。啊，等我找到合适人选，我就给你带来看看。好，你去办。冷小姐，这位夏先生的职业是？快是，我来存钱，难道还要被你审问啊？不，非常时期，我们对我们的客户一定要知根知底，请冷小姐体谅啊。江阴要塞政工处处长，冷小姐，您跟这位夏处长是？算我多事。像冷小姐这么漂亮的女士，我们是应当有点绅士风度的。不过，这笔钱我们不能存。为什么？军队将领手中突然多出了这么多的金条银元，我们怕后面出事啊。听朋友说你们这里是有些担当的，看来也不过如此。那么我就先告辞了。等等，冷小姐，您的朋友是？江阴要塞戴先生，游动炮团黄先生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既然是戴司令和黄团长的朋友，那我们一定帮忙，一定帮忙。坐。这可不是小数目，出了差错，怕你们担当不起。冷小姐多虑了，跟我们打交道的不只是夏处长一个，这点钱算不了什么，就是戴司令的账户出点差错，我们也是能够赔得起的。哦，那不知道戴司令的户头到底有多吓人啊？冷小姐，这个你就不必知道了吧？冷小姐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忘了自我介绍，国防部保密局参谋冷梅，奉上峰命令调查，请把戴司令的账户交给我。冷小姐，你知道跟我们打交道的客户都有谁吗？你这样做不好吧？不好。
非常不好。可要是王经理不合作的话，那就更不好。王经理啊，好像你的太太还在等你回家吧？天华，哦，周航，东西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这是长江江防东战区兵力部署的地图。从哪儿搞到的？老五在国防部搞到的。这次的江防会议控制得非常严格，不允许做任何书面记录，是老五凭着记忆画出来的。天华，这份情报对即将到来的渡江战役意义重大，还可以帮助渡江部队大大减少伤亡。太好了，老五真是不简单呐。是啊，哦，最近过江比较困难，恐怕会耽误一些日子。哦，我知道。最近国民党对江面控制得很严格，但是咱们得想想办法。哎，是你亲自送过去吗？现在等江北再派人来也不现实，而且这份情报尤其重要，还是我亲自送过去吧。那好，等我安排好了，就来通知你。嗯，多加小心。哎，放心，我也是老交通的嘛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行，哎，注意安全。好，水仙，他们在吗？老四，怎么样？我去见了天华，又去江边转了转，江面被封锁了。天华他们急坏了，因为这份情报关系到解放军的火力配备，如果晚了，很有可能对解放军渡江造成巨大的损失。哎，后天倒是有一艘船停靠江阴，而且就要回到江北去。你是说国际救援总署的船？对。这艘船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军需处和他们经常打交道。抗战以后，联合国救援总署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救援分署总部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联总和救总。联总不停地向救总运来成千上万吨的救济货物，所以就成立了一个海运大队。抗战8年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嘛，所以按照规定，联总向救总派发的救济物资，解放区也应该得一部分。就是说，这艘船可以开到江北去，只要天华上了这艘船，就没问题了。哎，看来我们得在这个上面好好的动动脑筋了。对呀。啊，来，放上边，搞整齐点。报告。进来。夏处长，你还没走啊？是。戴司令，我来是让您收回成命。来求我？您错了，我夏忠民从来就没有求过别人，倒是别人经常来求我，因为有些人的不义之事被我察觉了。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恐吓讹诈！你别以为你有几个电话记录，你就可以来威胁我。司令息怒，我不是来威胁您的，我是把黄永功的一些账目拿回来给您看一看。请司令过目。黄伟公原来换银元的一些账目有些对不上，不过不要紧，加上这些行贿的账目，这就对上。原来黄永功只不过是为司令敛财的一个小衙役而已。可是我有些想不通啊，黄伟公当时
为什么对戴司令的事情只字不提呢？亏空了那么多的军饷，他一个人就承担下来。哈，后来我明白了，他要是说出来，他早成为阶下囚了；他要是不说出来，那没关系，换一个地方接着吃。所以让黄伟公走人。亏空军饷只不过是个借口，排除异己才是戴司令和那些高参们的真正的目的。亏空军饷只不过是个借口，排除异己才是戴司令和那些高参们的真正的目的。你既然都知道了，你就更应当管住你的嘴。可是戴司令别忘了，我不是黄伟公，我不像他那么识时务，也不像他那么有抱负，我只不过是想达到自己一个简单的目的。什么目的？那就是要打赢这场战争。这恐怕是你夏处长一个人的战争吧？没错，是我一个人，只不过是我的对手现在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强大。那你这个战争，值得用这些东西来冒险？戴司令，您应该明白，这些账目足可以满足我的愿望，也可以让您现在就打电话给顾总参谋长，收回调令。只不过是，我把这些账目送给您，如果要是送给保密局，恐怕您的调令比我的来得更早一些吧。喂，给我接国防部顾总长办公室。我已经跟梅汉良通过电话了，他答应来当这个要塞的参谋长。尽管比不上南京国防部那么清闲，但是能和咱们弟兄在一块儿，他还是挺高兴的。梅兄肯定愿意来的。想当年他年轻气盛的时候，还曾经参加过中国青年将校团呢，也是一代的热血青年。这汉良要是当了参谋长，戴永湘基本上就被架空了。我们的人占据了要塞的主要位置，将来起义的时候、渡江的时候就方便多了。但是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早点拉梅汉良加入组织，毕竟他还不了解咱们的真实身份嘛。我觉得问题不大。汉良当初遇难的时候，是你出面照顾他的家人，他很清楚。我觉得他加入我们的可能性很大，不过，我们还是要向江北请示一下。对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我在办公室里看见夏仲民了，他怎么没走啊？不是已经调离了吗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戴永湘向他妥协了，说明夏仲民在国防部有很硬的后台在保他。看来夏仲民这个人，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。他已经在要塞里面成为我们威胁最大的人了。这再加一点，轻轻加油。好，行，你就看着弄吧。好，可以。先把眼镜戴上。来，哥，把这个贴上。哎，哦，粘个小胡子。轻点啊。差不多了，怎么样？变样了没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歪了好像。行，你别动。行，变样了。哟，仲恒、明月，你们这忙活什么呢？嫂子，哎，你来看看，怎么样？哎呦，这天华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不错不错不错，连自己的人都快认不出来了，这下差不多了。嫂子，啊，现在该你了。啊？哎，可以了可以了。我也画呀。对，该你了该你了。我都没这么画过。咱们想想怎么给他。哥，你把他的眉毛把它描粗一点，再把眼睛变一变。是。你的调令已经收回来了，你可以继续在这儿工作了。多谢戴司令。其实，司令心里应该清楚，肃清要塞里的共产党跟您
并不矛盾。司令只不过是不满我们政工处经常的刁难军官，或者是您对我们的工作还不适应，还不理解。如果有什么地方冒犯，还请戴司令多多谅解啊。夏处长，其实不必多虑，我也能够理解你工作中的一些困难，必定是个高级军官打交道嘛。但是，我戴某可以向你保证，唐炳林他不是共产党，他们唐家是党国的栋梁。一个多次立过战功的军官，怎么可能轻易叛变呢？我现在是拿不出什么证据，不等于以后我拿不出证据。你们两个要是能拧成一股绳，我这江阴要塞就固若金汤了。可惜呀，我有2个出色的军官，却不能和睦相处啊。老连，别紧张，你肯定能混过去的。司令，今天的事情就麻烦您了。今天救援总署的船要在江阴靠岸，属下要前去督查。如果没什么事，我就告辞了。是上海救总的那条船吗？正是。这艘船是开往江北的，属下必须严厉排查，以防有人混入船中。那条船上大部分是洋人，你要查就去查吧。啊，谢谢。哎，夏处长，夏处长，这账目都在这儿吧？戴司令，我不想欺骗您，这确实只是一部分。那其他部分呢？在我那里呀。不过，请戴司令放心，我把它藏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，除了我，谁都找不到。我想留一些账目在我那儿，对您对我都有好处吧。您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告辞了。还有15分钟就开船了，大家抓紧时间，有新登船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还有15分钟就登船，你去吧。保重。好了，开船了，慢点，慢点。陆队长，让你的人都过去。这艘船是去江北的，所有上船的人都要重新检查。快上！他们更认不出来。情报在你身上，千万别放到别人手里。放心，往前走，没事。你说你呢？戴眼镜呢？把证件拿出来。
怎么样了？啊，刚才有2个人看着有些面熟。谁呀？就是刚才。是我抓过的2个人。接住那艘船！快，跟过去！我不知道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们是江阴要塞政工处的人。你的船上有共产党。快打醒我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? This is not your boat. You cannot board this vessel. 可惜啊，你的船是停在江阴要塞码头，这里属于军事禁区，归我们管辖。你必须接受我国的法律，停船检查，否则将视为违反本地区的法令。我们有权利采取军事行动。快！你们2个，不要乱动。烧的什么东西？求妈祖保佑啊，长官！那是。为什么看到我搜查就要烧？我们也不知道您要来啊。对。哦，但愿妈祖能保佑你。出去，快走！楚壮，就是这2个人。田先生，您的父亲叫田必成，您的家产在江北被共军给查抄了，后来在18军服役，现在一定参加共产党了吧？哎，不是，误会。你闭嘴！你以为你打扮成这样，我们就认不出来你了吗？你不是逃亡地主吗？到江北干什么去啊？哎，不是，这船一定是共产党的交通员，刚才在里边还烧了东西。不要紧，把他带回去，他会告诉我们他刚才烧了什么。带走。哎。这么长时间了，码头那边还没消息。玲玲，他们来了。老四，出事了，天华和小英被捕了。怎么回事？四哥，这事要说起来是不走运。第一次夏周明都已经消除了怀疑，后来祝之峰突然认出了乔银，结果他们2人都被带走了。不过江方图被天华给烧了。这件事责任在我，我们当时应该再慎重一点就好了。毕竟天华他们跟特务们打交道的时间太长了，特务们对他们都有了印象。不，四哥，这事怪我，怪我当初想的不够周全。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和江北失去了联系，江防地图必须马上送到江北去。要不我去趟江北。四哥，
现在暂时吃紧，国防部那边正在准备南迁，我来江阴请了1个月假，在时间上足够充裕，也不会引起旁人注意。四哥，这张地图都在我脑子里，我记得是清清楚楚，让我去江北吧。四哥，这张地图应当马上送到江北，让我去吧。你说句话呀！这是长江江防东战区的兵力部署，对解放军渡江太重要了。重要，重要，哪项工作不重要？你着什么急啊？你是不是以为我们现在的麻烦还少？你再出了事怎么办？你想想，当初如果我们能再小心一点，考虑的再周全一点，再等一等，也许田天华夫妇就不会被捕了。怎么了？难道我搞情报我还错了？老五，你要记住，党交给我们的任务，不是搞江防计划，是争取要塞起义，这是唯一的工作。跟这个相比，什么都不重要。你嚷什么呀？我搞情报我错了吗？我要求去江北我错了吗？老五，老四，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。老五，老四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。请党放心，我从入党那一刻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。你是谁啊？你是英雄，你是中国的夏伯阳。我告诉你，老五，在党的利益面前，你的生命并不重要。江阴所有地下党人的安全，策反计划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老五，你应该理解老四，党交给咱们的任务就是争取江阴要塞起义，其他的工作党也可能另有安排。我们只干好党交给咱们的任务。你别一口一个党的，你才入党几天？老五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自以为38年就参加了新四军，你的资历就老了，你就是这里的老大了。老四，老五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是38年就参加了新四军，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？啊？说明你能力比别人强，贡献比别人大，听不得不同意见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是好心，你是想为党多搞一点情报，为此你冒了很大的危险。这一点，你是凭着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和自觉。但是今天老四说的对，我们一点也不怀疑，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在江阴有很多的地下党员在努力的工作。但是每个人的分工不一样，每个战斗集体的任务不一样，我们只有按照各自的分工，最大程度的完成任务。别说，就当我什么都没做。老五，广仁，我回去过年。仲恒，我今天做错了吗？没错，我们的中心工作是争取江阴要塞的起义，其他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工作进行。老四，其实老五的出发点是好的，是想主动的为党多做一些工作。我想通过今天这件事，他内心应该有所触动。但愿能这样。老四，通过今天这件事，让我想到一些问题。过去咱们是3个人，后来发展了吴广仁，团结了王德荣，又利用招新兵的机会补充了警卫排。今后咱们可能还要发展梅汉良等人。我们现在是一个集体了，团结很重要。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家族内部的团结。我在想啊，在这当中，你有没有家长作风的问题？
老五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老革命、摆老资格的问题？所有这些，就更加需要我们严格按照党的纪律来严格要求自己。过去我们是平衡关系，现在不一样了。我觉得需要明确一个负责人，而这个担子你应该担起来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老五的工作你要去做。广日今天的情绪也不大对。我在想，咱们能不能完成这个起义的任务，就要看咱们这个小组是不是真正的坚强。周豪，你说的太好了，谢谢你的提醒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不留你了，赶紧回家和家人过年吧。好。哎呦，都2天了，这不吃不喝的啊！你倒说句话呀！蒋总统下野了，这回啊，是真走了。总统下野那是以退代进，你还当真了你？老子也不干了，我要和蒋总统一块隐退。谁信你？你也只会对我说说。你为蒋总统活着，可你别忘了，我还指望着你呢。姓名？田天华。共产党？不是，朱队长，你认识我的，我就是做小生意的。我这有记录，田碧城的公子逃亡地主，家产被共党没收了。还装？不是，朱队长，我是逃亡地主没错，可是那我也得生活吧，是吧？我就是想去做点生意，这不过年了吗？去进点货到咱们江阴来卖。船上烧什么东西？不是，那是我媳妇儿烧的，求妈祖保佑。你知不知道那艘船是开往哪里的？不是，那船上写着呢，上海救援总署，去上海的。那艘船是从上海开来的，要去江北。你要是不知道，你干嘛化妆蒙混过关呢？您看这事闹的，我还以为这船是去上海呢。朱队长，说句不好听的，我们做生意人嘛，就是唯利是图，想去搭船做生意，又怕被共产党认出来，这才化妆的。你听着，我们会让你说实话的。带出去。上。上。你叫乔莹。是，长官。那个男的跟你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男人。你男人是共产党。我们不是共产党，我们是来做小生意的。你是个女人，要是给你动起刑来，恐怕你受不了。长官，求你放过我们吧。害怕了？这还没动刑呢。你怀孕了？
那你就更得老实一点。我实话告诉你，在这座监狱里，没有哪个共产党可以活着出去。要做母亲的人了，我给你时间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带下去。是。唐参谋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没什么事儿，吃完饭了出来走走，看看别人怎么过年。哎，正好，我们家的这副对联还缺一副下联，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要不你帮我想想？你要是想起来了，黄埔朱门，门内花，闭门不进稻花者。哎，你一个人大老远的来江阴做什么呀？怎么不跟你哥哥一起过年啊？我没有哥哥。怎么了？你哥俩吵架了？没有。哦，要不家里坐坐？对不起，今天我没有兴致。那是因为你的兴致不在这儿。我给你找了一个离开的最好理由。哦，你说说看。对不上联啊。绿皮赤心，口中有墨，开窗也会自凋零。老五，回家吃年夜饭吧。老五，你搞情报是对的，你主动要求去江北送情报也是对的，是我态度不好，原谅我啊，哥的压力太大了。实际上咱们是兄弟关系的，也许换了人就吵不起来了。但是你要明白，我们和二哥唐金照不一样，不是生活在解放区，我们是特殊的环境，特殊的身份。就拿你和我来说吧，同样都是入了党，但是由于长期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不一样，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性也就不一样。你是民国27年就参加了新四军，后来才打入国民党部队的，而我呢，从民国22年进入黄埔军校，就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国民党部队。所以，我们之间
一定要多多的理解，多多的帮助。你说呢？酒好辣呀！向左转。报告总台长，特训排正在陈列。好，收起。你是沈水根？是，总台长。你是黄七胜？是，总台长。你是我的大老乡，也是戴司令的小老乡。是，总台长。弟兄们，今天我来看看大家。你们都是外乡人，初来江阴，可能有些不习惯，委屈你们了。我知道，你们当中很多人都当过工人。我们唐家人很多，做什么的都有，就是没有当工人。所以你们来了，我很高兴。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就是自家兄弟。今天是大年初一，大家就不要练了。我特批，放假1天。兄弟们，总台长还给你们带来了慰问品，每个人1斤腊肉、2包香烟、1条毛巾、1双袜子。总台长想得很细呀，袜子是按照你们个人的尺码买的，保证合脚。谢谢总台长，谢谢总台长。王仁，起得够早的。昨天不是守夜吗？我一夜没睡觉。不是有句老话吗？除夕夜不睡觉，1年都是精神的。是啊，民国38年，我们要格外精神一点。老四，昨天晚上我想了1个晚上，我觉得还是让老五去当江北吧，他去最合适。现在江上的形势很紧张，船我帮他找，这个你放心。不是船的事。自从田天华夫妇被捕以后，我这颗悬着的心就没落下来。但是，这江防计划对江北来说确实非常重要。想起来了，现在他还真走不了。怎么了？戴永祥搞了一批地雷，上千枚，这要是真埋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只有老五懂得怎么处理。还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，江北的先头部队经常向八维岗桥头堡20余军发起进攻，我们夹在中间是左右为难，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。为了避免我们过早的暴露，我们还是建议江北的先头部队停止对八维岗的进攻，这样我们继续派人过江向上级汇报。既然让他去，我建议江北的组织在合适的时间派些人到我们身边协助起义。毕竟我们不了解解放军登陆时的具体打法。好的。今儿过年，大家上菜都利索点，回头给你们派红包。哎呀，永香啊，酒来了。快坐，快坐。哎，啊，走吧。走走走。司令，韩姐，老五给你们拜年来了。老五啊，那老四怎么没来呢？今天不是过节吗？
四哥不放心，一大早就去要塞视察了。他让我给您问声好。好，来来来，坐。司令，现在兵荒马乱的，也买不到什么好东西。昨天我在南京路过一家玉器店，看到这里玉器您做工倒算精致，所以买回来给司令您玩玩。老五，咱们两家可是世交啊！你到我这儿来，你还客气什么呀？世交归世交，可是今年是戴司令和海伦姐第一次到江阴过年，怎么着都得表示一下吧？啊，好。海伦姐，你看看这个。哟，这个镯子做工真精细呀！哎，你真是有心人。只要海伦姐不嫌弃就成啊。嗯，这老五什么时候成你弟弟了？还一口一个姐姐的，叫得这么亲呢？司令，您听我说，这不上次回来吗？海伦姐姐说家里缺少个弟弟，是比您高攀，当面就认做姐姐了。我有这个弟弟呀，不要太有福气哦。哎，你看啊，上回我就说我这个镯子呢旧了，款式我也不喜欢了，想要个新镯子。哎，我是无意中说的，他倒放在心上了。好了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去帮你们啊看看菜啊。好。哎，老五啊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我真是喜欢你这个小伙子。啊，对了，国防部已经同意我的建议，答应让你到要塞工兵营当营长。虽然是挂职啊，但是你总算是我们要塞的人了。你知道，要塞工兵营是刚刚组建的，那些当兵的都是来自地方武装，他们对工兵这一行啊生得很。你赶紧过来，帮我训练训练这些当兵的。请司令放心，徐蚌会战，咱们国军打的是一塌糊涂，说不定哪天共军就打到长江边了。就咱们现在工兵营的素质，一打起来，非乱套不可。我也想早点过来，只是，老五啊，你能这么说，我这个当司令的是非常感动啊。国难当头，你能站出来替党国分忧，真是可亲可敬啊！哎，你还有什么顾虑吗？司令，国防部正准备南迁去台湾，现在乱糟糟的，我呢请了几天假，想把自己的事情先处理一下。不过请司令放心，等处理完了，我会尽快赶过来。好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个年咱们还是要过的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司令，该我敬您。来，老五，干！干！放风了！放风了！放风了！来，放风了！夏莹，夏莹，夏莹，天华，夏莹，天华，天华，你怎么样？干什么？啊，老总，这是我老婆。别说是你老婆，就是你亲娘也不行。来，靠后，靠后，哎，靠后，快点！坐，天华，先生，坐。天华和乔莹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老四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做最坏的打算啊？什么？最坏的打算？你的意思是要撤离？你们想想，万一他们熬不住敌人的酷刑，那不行。我们以前做的工作怎么办？不等于前功尽弃了吗？你看，我和广仁，一个是炮台总台长，一个是守卫总队的总队长。这实际上我们已经把要塞的兵权抓在手里了。现在一撤，不行。事出意外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。天华我们都了解，可乔英还不是党员，万一后果不堪设想啊！
司令啊，你要的文件。哎，老四啊，你向我推荐那个参谋长呢？啊，有人选了，过2天就来见你。啊，这么快就找到了，我正犯愁呢。不过，你老四推荐的人呐，准没错。谢谢司令的信任。司令，这个夏处长啊，我忘告诉你了，夏处长那件事儿是一场误会，